看眼前这黄鼠狼长得跟表情包似的，背地里却是能凭一己之力干掉几十个特种兵的狠角色。要不是因为某次意外失手，也不会蹲进这间 VIP 牢房。而事情还得从这座监狱关着的囚犯说起。这位看似永远睡不醒的妹子，能一声令下招来全城老鼠，还有跟黄鼠狼同类物种但是爱看书的呆萌鲨鱼王。但这支队伍的核心偏偏是那个看起来最不起眼的老头。此时他正在把玩弹力球，他名叫智者，从小就被父亲当成杀人机器训练。只见他随意抛出小球，在经过数次弹射后，小球总能精准落回他手里。他的技能就是可以看穿所有物体的走位，任何东西到他手里都可以是凶器。此刻角落里正觅食的金丝雀成了他的目标。军方高层黑姐看中的就是他这份本事，用减刑10年为条件，让他帮助政府完成一项任务。老头没犹豫答应了。作为代价，此次一起完成任务的队员脑后都被装了微型定位炸弹，逃跑就炸，诚意满满。随后黑姐带他去见了队友，看着眼前的这些人，老头心想能成事才有鬼了。一个玩回旋镖的踩着一脚狗屎就来了，还有一个看着就不太聪明的白毛。更离谱的是，队伍里甚至还混进了那只黄鼠狼。都知道这支由罪犯组成的队伍叫自杀小队，干的就是近乎送死的任务。基地里的技术人员甚至开了盘赌谁会第一个死。此次行动的成员除了上面那些奇葩，还有唯一的正常人瑞克上校、外星女战士、标枪侠和断臂侠 TDK。最后磨蹭到场的是小丑女哈利奎因，她挎着包进舱门就砸了老头一下，横看竖看她都不像能打的样子。白毛第一次坐飞机，连安全带都不会系，笨手笨脚的样子还不如那只黄鼠狼。一路上其他人有说有笑，压根没把这次任务当回事儿。老头见状无奈叹了口气，闭上眼酝酿接下来的计划。他们这次的任务是趁夜抢滩登陆某个国家，夜幕降临，小队到了目的地附近，他们打算直接降落海里，再悄悄游上岸。只见老头抢先从100米高空跳入水中，他刚落水没多久，就看到黄鼠狼以一种匪夷所思的姿势砸进水里，他居然不会游泳。老头游过去把他捞上来时，他已经没气了。任务还没正式开始，小队王牌就没了。监控那头的黑姐气得血压飙升，眼看同伴们陆续抵达海滩，摆出战斗姿势，老头突然心头一紧，察觉出不对劲。丛林里黑的反常，近的诡异，还没来得及提醒大家，叛徒自己先跳了出来，把所有人的位置全卖了。队友们简直一脸懵逼。I brought everybody, look! They're right behind me! Well, it was me. I'm the one who called you! 叛徒被解决的同时，敌军的火力也铺天盖地压了过来。瑞克上校请求撤退，长官却驳回命令，要求他们把敌军全部歼灭。瑞克还没来得及反驳，哈利已经扛起火箭炮轰了出去。回旋镖队长甩出武器，也来了一波收割。瑞克见状也赶紧发起火力攻击，敌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众人配合默契，缺口撕开之后，断臂侠出手了。他二话不说卸下自己的胳膊，让他们独自冲锋陷阵。可惜攻击效果也就那样，纯是来搞笑的。一旁的哈利看傻了，忍不住吐槽。外星女战士不服气，主动出击去解决武装直升机，结果发现自己恐高，抓着直升机一阵喊叫和乱晃，最后跟敌人同归于尽。顺便把回旋镖队长也带走了，战场上彻底乱了。标枪侠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打成筛子，临死前他把自己心爱的标枪托付给了哈利。外星女战士在火海中惨叫，断臂侠也被敌军团团围住，最终在密集的火力下死得相当惨烈。眼看队友一个接一个花式送人头，惨叫声此起彼伏，智者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这哪是执行任务，这分明是虐待老人。智者当场做出一个非常智者的决定，赶紧逃跑。面对黑姐的再三警告，他一律当耳旁风，头也不回地往海边冲。黑姐见这老头铁了心要当逃兵，直接引爆了智者脑后的炸弹，自杀小队也圆满完成自杀任务。本以为这次任务就这么黄了，可谁也没料到黑姐早就留了后手。她同时派出了2支小队，不管哪队当炮灰，只要有一队能成，目的就达到了。直到这一刻，她真正的计划才浮出水面。原来第1支小队从头到尾就是炮灰，专门用来掩护第2支小队安全登岸，这样任务才能万无一失。第2队的队长可不是那种只会装高手的货色，而是这位整天窝在厕所刷马桶的黑哥罗伯特，江湖人称血腥运动，从小被他爹当成杀人机器培养，玩各种高科技装备武器溜得飞起，还精通所有格斗技巧。之所以蹲在这所监狱，是因为他曾用一发克什子弹把超人送进 ICU 躺了大半年。档案上说他心思缜密，天生当队长的料，但此时的罗伯特早已心灰意冷，任谁劝都油盐不进，死活不肯加入自杀小队当炮灰。没办法，黑姐直接请来他的女儿当筹码威胁，这才把他逼得点头入伙。第2名成员叫和平使者，简直就是罗伯特的翻版，罗伯特会的他全会，这让黑哥心里一直很不爽，琢磨着哪天
天非得跟他分个高下。而接下来这位更是重量级。第3名成员是鲨鱼王，杀人不眨眼的狠主，最近居然迷上了读书。虽然书常常拿反了，但他对知识的渴望谁也拦不住。据说他是古代鲨鱼王的后代，战斗力自然不在话下。他还有一身坚不可摧的皮肤，唯一的毛病就是饿了看谁都像自助餐。最后2位，一位是有控属能力的佐伊，另一位是波点人。至于波点人有什么超能力，大家自行脑补吧。这次他们的任务地是隔壁一个不起眼的小国，这个国家被赫雷拉家族统治了整整100年。可就在不久前，卢娜将军带着副手搞了场政变，把老国王一家全送走了。美国政府其实不关心这破地方谁当家，但卢娜偏偏是个反美狂人。军方最怕的是岛上那个秘密科研基地曝光，尤其是其中名为海星计划的外星生物实验。这个要是落到卢娜手里，不仅美国霸权保不住，搞不好全世界都得跟着遭殃。为了阻止这场灾难，小队必须潜入岛国首都，找到项目负责人乌迪尔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都得让他带路进入约顿海姆，彻底摧毁海星计划和那个外星实验体。情报显示，乌迪尔每周固定时间去一家叫红浪漫的风月场所消遣，那里就是下手的最佳地点。黑姐安排妥当后，第2小队顺利摸上了岛。接下来没啥技术含量，穿过这片林子就能到红浪漫。就在他们停下休整的时候，波点人身上突然冒出密密麻麻的波点，没了专人护理，这些东西根本憋不住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藏在树林里，将波点挨个排出去。完事后，一身轻松地返回营地。罗伯特还没反应过来，旁边老鼠吱哇乱叫的求救，原来是鲨鱼哥正要把佐伊当零食吞了。罗伯特手比脑子快，拔枪就射，硬是把鲨鱼哥轰退了。佐伊保住了，鲨鱼哥却不干了，扭头就扑向罗伯特。别看鲨鱼哥战斗力爆表，但是罗伯特手里的高科技装备更不讲理，一顿火力输出，鲨鱼哥就被制裁了。佐伊才知道他刚刚打算吃掉自己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当场召来老鼠大军，准备让鲨鱼哥尝尝被吃的滋味。但冷静下来一想，鲨鱼哥就是饿了，应该没有坏心思。他伸出手，鲨鱼哥也识趣的握了握，这事就算翻篇了。就在这时，指挥部传来紧急求救信号，原来是第1小队的瑞克上校，他侥幸逃出升天，却又倒霉的被另一伙武装分子抓住了。面对突发状况，黑姐当机立断，临时改了作战计划，让他们先捞瑞克上校，其他计划等救完人再说。锁定瑞克位置后，小队摸到反抗军营地外围，一个正放水的倒霉蛋眨眼成了鲨鱼王的开胃菜。这帮恶棍一亮相，反抗军基本没有还手之力，放风的哨兵眨眼被清了个干净。罗伯特跟和平使者2人都是江湖上排得上号的狠人，正好借这个机会较劲。他们悄悄摸到守卫身后，十分默契地开启了杀人竞赛。2人卯足了劲，非要分出谁才是小队最靓的仔。Non-lethal. You need exploding compression bullets. 正当大伙以为没事了，高塔上突然冒出2个机枪手，波点人眼疾手快，抬手一发，波点精准命中，2人应声栽下来。队友们看愣了，这货居然还有这功能。接着他们悄悄摸进帐篷，却看见瑞克上校正跟敌军首领有说有笑，哪有半点俘虏的样子。罗伯特懵了，什么情况？瑞克上校这才解释，原来这帮人是盟军，专门来帮他们一起推翻卢娜将军的。昨天人家还救了他一命。小队成员面面相觑，尴尬的能用脚扣出30一听。女首领十分疑惑，询问他们怎么绕过警报进来的。众人支支吾吾，不知道怎么接话。鲨鱼哥这时候不合时宜的吐出一根没消化完的手指头。女首领心里咯噔一下，冲出去一看，自己带了2年半的武装小队全没了，他当场炸了，扭头质问瑞克，瑞克赶紧打圆场，保证一定会协助他们推翻卢娜，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。女首领咬咬牙，为了大局，只能跟这帮美国来的魔鬼达成交易，同意派线人带他们进城。然而一行人刚钻进热带丛林，就发现波点人脸上又冒出了七彩小球，这一幕让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。没办法，波点人只能坦白自己的身世，他母亲曾是星辰实验室的科学家，为了把孩子改造成超级英雄，往他们体内注射了多维病毒。打那以后，他每天必须按时排这些杀伤力爆表的投射物，不然就得撑爆而亡。这非人的遭遇彻底扭曲了他的心智，导致他现在看谁都像自己的母亲。长途跋涉后，小队终于摸到红浪漫酒吧，里头果然全是风韵犹存的16姐，乌迪尔正陶醉其中。罗伯特刚要带人走，当地武装突然杀到，搞起突击检查，声称只要有敢反抗的，当场崩了。罗伯特见状急中生智，当即示意小队成员带乌迪尔从后门先行撤离，他留下吸引火力，3人主动投降，果然被抓了。正当他们琢磨怎么脱
脱身时，却从警卫队嘴里意外得知哈利还活着。原来那晚他没死，反而被卢娜将军奉为上宾，盛情款待。卢娜早就听过哈利的事迹，认定他是坚定的反美斗士，这种精神值得全国学习。在卢娜的款待下，哈利度过了美好又浪漫的一天。卢娜被他的魅力折服，当场求婚，希望他继续树立反美英雄的形象。一夜疯狂后，卢娜望着远处的约顿海姆，忍不住吐露真心。她想利用里面藏着的怪物统治世界，所有反对他的人都将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哈利一听，发现这家伙比自己还疯，二话不说，直接一枪送他归西。就这样，哈利当场被抓。卢娜一死，副手顺势登上王位，立刻下令全城搜捕混入城中的自杀小队，这才抓住了罗伯特等人。可惜普通士兵哪困得住这群野兽，他们3两下解决守卫，成功脱身。与赶来的队友会合后，他们决定先救出哈利。此刻的他正在受尽折磨。